好，我是钟子通，又到了4年一度的夏天，各国运动选手齐聚一堂献祭的时间了。那机会难得啊，今天刚好是开幕式，我也在这边介绍各项运动相关的题材，让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喜爱的运动。那首先当然就是运动会的王牌项目，也就是田径比赛，可以说是最能直观展现人类体能极限的运动项目之一啊。那这个题材当然也是相当的多，像在这个月 S1 的义武就是演出田径主题的作品，描写在田径队的他被同队的跟踪狂给锁定，看点当然就在于各种经过魔改的田径运动服，义武小姐的好身材也在本作当中一览无遗，相当的不错。那一样是 S1 出身的颠全奈以及吉良林，其实也有演过相似的剧情，那他们也都是在 S1 属于身材比较纤细的那一边啊，因此我觉得在题材安排上，有时候片商考虑还算是蛮到位的。那既然是田径，就不可以忽略这部作品啊，可以说是业界的线条教科书。竹内有纪在本作则是扮演学校田径社指导老师，跟学生之间展开一段不可告人的关系。喜欢欣赏肌肉美感的，就绝对不能错过这一部。然后就是这部天音伟的作品，描写最喜欢的女友在田径部合宿期间被前男友给 NTR， 真的只能说啊，日本非常流行这种社团集训合宿，也在这种环境中特别容易擦枪走火啊。同样的案例也是发生在这部仓本景的作品当中，原本好好的合宿集训，突然一切变调，变成所有男社员跟仓本小姐一个人的肉体集训，感觉到后面啊，跑步速度没变快，身体倒是虚了不少。然后就是这一部都月刘伊莎这个身材，就是最适合演运动题材啊。相比前面都是被动，这部她是转守为攻，演出的女教练不止练习相当严格，还把社员都当成深蹲骑乘练习器，让人看了只想说，拜托教练法国我啊！接下来这一部题材也颇有噱头，号称在社群软体上流传100年难得一见的田径美少女，就竟然被自己的教练给洗脑催眠，还被控制去做兼职。宫岛芽衣在作品当中楚楚可怜的样子非常的吸引人，推荐大家收看。然后就是这个系列，个人特别喜欢天川空的演出，描写这个田径社的训练方式是让女社员用空气椅子的方式进行训练，但是空气椅子下面就是教练的小教练。只要腿撑不住，马上就会跟教练合体。这种训练方式大概隔天就会上社会版头条吧。然后这个也是系列作，个人觉得松本一香演得不错，一样是田径社题材，一样是社团合宿，一样是恶心教练，竟然利用合宿的时候对女社员下药。我只能说啊，日本的家长在看过这些作品之后，应该都不太敢让自己小孩去参加社团合宿了吧。然后这边特别介绍一位，就是 S1 的白石真琴，有着相当傲人的身材，但同时骨架也比较大，所以出道的时候就是以田径社出身来做宣传，作品也都是走一个运动系的路线。像这部啊，刚练完社团活动的女学生，因为全身是汗而在电车上遭到咸猪手，非常的写实题材。因为可以看到这一部是宫下绫奈演出，被自己的教练唬烂说可以透过按摩来促进新陈代谢，进而让运动表现变好。然后就跟所有题材一样，按一按手就开始不安分，接着就是下体开始不安分。本作当中的宫下造型也是相当可爱，推荐。那这边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就是 SOD 的本庄绫，因为她那个清新脱俗的外形，加上身材比较精实，所以在演出运动女孩的话，田径社可以说是相当合适。她就分别在这2部作品当中，又演田径社社员，又演田径社指导老师，这2部我都相当推荐给各位。顺便跟大家讲一下，这部精选我原则上都挑选作品里面设定是那项运动的选手，就真的至少有在画面里面做样子，运动一下这样。因为如果是体育社团经理这个热门题材的话，那我应该会整理到4年后，但之后有机会也会做，请大家拭目以待。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our audience? My name is Dainty Wild. Oh my god! Yeah, hi, my name is Sky Blue. TRE 台北国际成人展中子通的欧美精选摊位已经开始预售了，跟 Dainty Wild 还有 Sky Blue 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千万别错过！现在马上点选下方连结进行预购吧。接下来只是棒垒球项目，虽然不是每一届运动会都有，但是也算是日本的国民运动，也是有不少作品的，但几乎都是棒球社团经理的题材。像是当年有一本小说叫做《如果高中棒球女子经理读了彼得·杜拉克》，引起一阵轰动啊，然后马上就被拍成作品，由小岛男演出。回到正题，虽然经理真的很多，但打棒垒球的女生其实就很少。像白石妈妈曾经就在写真影片当中去打击练习场打得相当出色，但她并没有演出相关
关题材，而且个人觉得在棒球类作品选角上真的是充满恶意，有一种你皮肤颜色晒比较深，那你打棒球那种感觉。像这部由纳祖卡演出的作品就是一个典型，也有像这部作品小谷流娜演出一位穿棒球制服的时候看不出来，但是其实超大，让人不知道要盯哪一颗球啊。另外有比较恶搞的作品，像这部由 Rocket 推出，虽然真的有在打棒球，但是棒子却是在原本不该出现的地方冒出来，非常搞笑。至于有一部比较早期的作品，由村孝和金石扮演一位外表中性的高校球儿，但那个姣好的身材是根本藏不住，也让血气方刚的棒球队员再也藏不住心中的欲火。那这部的话，村孝小姐算是我早期相当喜爱的演员，就在这边推荐给大家。要特别提到一位，就是当年疫情期间我们直播访问过的000，在他的新人作品里面就提到过，他曾经打过垒球，而且还是担任捕手的位置，接起球来也确实有模有样，只可惜当时还没机会等到全面解封，他就先隐退了。然后这边稍微提一下，像磊在这部作品当中就尝试了相当多的运动造型，而且几乎都有实际体验尝试一下，这也让人想到他当年那部骑乘教学的认真投入，好好回味一下这位经典女神了。接下来就是弓箭的部分，虽然在弓箭比赛的题材没有那么多，但弓道一直是日本长年以来男女老少经常修习的传统技艺之一。穿着弓道服饰那个利落的感觉也是有不少题材，像是近期笑野瑞希这部作品，甚至还让坊间的弓道修炼者赞叹片中他的架势真的有模有样，不是只穿着戏服在做样子而已。想不到本人在看到之后，除了感谢之外，还爆了一个大料，因为他在高中就曾经担任弓道社社长，而本作内容就是弓道社员被指导老师咸猪手，所以影片当中的老师姓氏就是当年性骚扰笑野小姐的社团指导老师一模一样，真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啊。接下来就是游泳这个项目，可以说是运动会的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在这个项目，一个人在单届运动会甚至可以斩获将近2位数的奖牌。那同时泳装题材也是 AV 的兵家必争之地，因为没有比泳装更能让演员合理展现曼妙身材的借口。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啊，这次就不分享太多作品了，毕竟每个演员基本上都演过泳装题材，大家可以直接去找你喜欢的演员，一定有拍啊。所以在这边我就特别挑出2位真材实料的游泳选手，也就是 SOD 发掘的新海孝跟青木桃。那这2位都是曾经有国手之力的游泳选手，跟其他出来水的完全是不同等级啊。当时我只有一个感想，是 SOD 未免也太爱找游泳队的了吧，甚至还帮他们做了相当豪华的新人网页，可以看出有多器重他们。不过可惜的是，目前1位已经隐退，1位则是改名继续奋斗。再来就是排球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少数男女比赛都让人为之疯狂的团队球类运动。女子排球员的题材也是多不胜数啊。首先像是这一部石本信加入的这个排球部，很明显就有严重的问题。正常排球社都在练球，就这个社团都在练捆绑。石本小姐每天来，球没打到几颗，人都被绑在那边跟肉粽一样，真的不行啊。那像这一部作品由儿玉林奈演出，剧情描述排球队去进行夏日合宿，平常感觉还没那么激烈，一到了朝夕贴身相处的时候，费洛蒙的作祟加上运动员本来就血气方刚的，真的天雷勾动地火，晚上不睡觉，教练都在跟球员激烈交流。接下来这部作品，老实说我不知道能不能算是运动题材，因为开场就是受伤的蝶花恋被扛进整副按摩，然后整部接下来基本上除了衣服就跟排球没有关系了。我是觉得至少拍一个脱球的画面也好。那像这部尾井真寻演出的作品，虽然一样是排球部的合宿，但这一部就没什么欢乐气息了。剧情描述一群小冲脑的排球球员在合宿的时候把女教练尾井小姐彻底调教，算是一部相当硬派的作品啊。那像在日本，地方妈妈们一起组成排球部，可以说是相当常见的社区活动，又可以一起运动保持健康，又能联络感情，也瞬间变成热门的创作题材，不管是真人作品或2次元创作都能看到。像这部由菊玛丽所演出的作品，就是走妈妈排球题材，因为有不少身材比较高大的轻熟女演员，也都会加上打排球的设定。像这部由若月美依奈演出的作品，就让她在封面穿上了排球制服。接下来这部绝对是排球部门最顶的一部啊，就是由我们的 Rion 演出。当时这部2次元作品改编一推出，可以说是技惊四作，同时也是他唯一一部原作改编类的作品，比原作还要更不科学的身材。除了 Rion 之外，大概
概也没几个人能办到。虽然原作是短发造型，不算完全还原，不过我相信大家不会介意这种小事吧。好，那接下来是高尔夫球这个项目，作为大老板最喜欢的运动，演出这个题材的通常不是熟女，就是相当有气质的演员。像这部天海一演出的作品，担任高尔夫球社团老师的他，被足球社的指导老师邀请参加合宿，想不到这原来是个局啊！在勘察合宿集训地点的时候，就莫名其妙被 NTR 了。那还有像这部当年的 Idea Pocket 3席之一西奇杰西卡，在这部作品当中的高尔夫球衣扮相也是超赞。但要是说最适合高尔夫球造型的，我可能还是会把票投给碎花。那个高冷气质，拿着球杆的样子真的是太赞了。不过刚刚都还是以造型论啊，真的要讲到高尔夫的球技的话，我个人觉得业界有看过最强的挥杆，应该还是非 Gabby Carter 莫属。那个流畅的挥杆，绝对是曾经花时间苦练的成果。在高尔夫球场的这部作品也是相当优质，值得一看。然后接着看到的是体操项目，也是在运动会当中观赏性跟竞争性都相当高的一项运动。那在日本的话，基本上你只要卡古卡楞 Q， 通常就会给你一个新体操部出身的设定。像这部江上失岁的作品，就号称有15年的体操经验了。那接下来这一部桃园绫奈在本作当中扮演的是新体操部的王牌，但是被足球社的顾问劝诱来当经理，然后又被伸出狼爪，跟刚刚那个天海一的作品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黑脸都是足球社在当，这让人怀疑是不是业界对足球有什么怨念啊。然后还有这位纯真花恋，凭借着娇小的身躯与柔软身段，拍摄了好几部跟体操相关的作品。从他这么轻易的就可以做出各种动作的样子来看，应该是真的有相关经历的。但是要讲到这个软体界的传奇，还是得再提一次水岛信美超色气的演技，光看她的舌头就让人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的诱惑感，再加上那个可以实现各种不可思议姿势的软体，真的是即使退役多年，都还会在我的实用榜上留名的一位经典演员，也在这边推荐给各位。再来则是拳击，作为在古罗马时期就存在的运动项目，拳击题材在业界也是有不少，但在这边机会难得，就来介绍一位真货，那就是熊二 Gomez。可能会有人说啊，男的？没错，来自美国，他曾经活跃在日本的职业拳坛，甚至拿下过日本羽量级拳王。退役之后就凭借着过人的下体力，加入业界拍了一系列以他为名的作品，跟羽月希、横山美玲、艾卡、小田优这些极品都有合作过，简直就是真人版木之内一部啊。再来我们看到是柔道，也可以说是日本的国际之一。那当然穿着柔道服跟男优肉搏这么赞的题材，当然是拍了好几部。那在这边我就想介绍一位相对来说柔道技巧是真的好的，也就是这位密井永久。除了上围相当惊人之外，有好几部作品也都采用了柔道有段者的设定，剧中的表现也看得出，他是真的会摔。那当然也毫不意外会有那种跟男优对决输了就要被嘿嘿嘿的剧情，相当推荐收看的。另外则是近年争取成为长期正式项目的空手道，在日本也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当然不乏相关题材，但是也有一些女优啊，私底下其实是空手道好手，但没有演过相关题材。像是曾经跟我到道馆切磋的水川锦小姐，不仅身材姣好，身手也相当了得。还有像是清空光小姐，也曾经在写真影片当中展露自己的空手技巧，都相当推荐大家收看。再看到桌球的部分，虽然说桌球在亚洲非常流行，然后也不乏人气非常高的女子选手，但是相对来说，你说又要好看又有精湛球技的作品真的不多啊。像这部一色沙罗的作品，整部都在约跑，只有中间拿球拍换衣服，完全挂羊头卖狗肉。梦乃爱华的作品就更夸张了，桌球社的设定完全就放在台词里面，因为他在这部作品里面当中是设定进伤兵名单的，所以整部作品就是他跟整副师之间的互动，桌球元素荡然无存了。但相对来说，日本还有一个场合经常会打桌球，那就是泡温泉的时候。温泉旅馆当中通常会摆一张桌球台，供泡完温泉还穿着浴衣的旅客活动手脚。像是 SOD 的这个温泉系列，就可以看到不少演员享受打桌球的时光，例如桐谷茉莉以及古川一之斗这样的镜头。然后我们看到这部作品，铃樱桃花在业界中向来以结实线条与傲人上为著称，让他演出运动相关题材也是合情合理。像这部作品当中就有沙滩排球跟游泳的造型，甚至还有竞速溜冰，在剧中也
颇为认真的去诠释运动的感觉，非常推荐。在这羽毛球的部分，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佐伯奈奈这位偏早期的演员，他有不止一部作品曾经提到羽球运动员的资历，在作品当中也小秀了一下球技，甚至在跟松冈真纪的共演当中，还进行了一场只要输球就要跟男优肉搏的对决，可以说是羽毛球的代表女优了。那在这边也要提一下这部明日花的作品，你可能会想说啊，明日花跟运动有什么关系？但是这部还真的有。那在一边使用按摩棒的情况下，一边打羽毛球，这边是真的有打，比好几部只是换上制服的作品有诚意很多啊。然后接下来就是篮球这个项目了，也是不少台湾观众在运动会期间收看率最高的项目。毕竟可以看到众家 NBA 球星一同献技的机会，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在演出相关题材的作品呢，首先就要讲到这位 Idea Pocket 出身的魁爽，有一位已经消失的人物啊，但出道当时就是以一个青春篮球少女的形象出现。因为像是有一家比较小的片商叫做枫叶，有一个系列是让篮球少女先出来打球，然后再去打另外一种球，口味虽然偏重，但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像系列作中这个仓石茜，或者有一些人叫她藤川绫奈的演出，个人就觉得相当出色。她没有大红大紫，是我觉得蛮可惜的一件事。这个后藤理香的演出也是可圈可点。但是说到篮球呢，就必须得提到 SOD 的桐谷茉莉。当时我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就曾经透露自己中学的时候是校队，而且学校还打进过全国大赛。那在他新人出道的作品影像当中，也可以看出，他是真货，那个跳投跟上篮是骗不了人的啊。虽然目前已经隐退，但我还是收藏了他一堆作品，可以好好缅怀。接下来看到就是击剑，以超快的比赛节奏著称，那个瞬间攻防如果眼睛不够好的话，甚至看不出攻击的轨道。那其实 Idea Pocket 就曾经推出一部是以击剑国手的设定出道，就是这位樱庭希希。作品中也是有让他穿上击剑服，稍微摆弄一下，然后就去击另外一种剑了。比较特别的是，他就只有这一部作品，然后直接秒如黄鹤，也是相当奇妙的一位演员。接下来则是摔跤的部分，角力在运动会还会分成西罗式角力与古典式角力。在业界专业角力的题材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有的话也都是感觉有点猎奇的作品。但是职业摔跤的话就有不少内容了，其中当然就是要提到本人就是斜杠职业摔跤手的枪优打，在日前也是非常荣幸的跟他进行了摔跤交流。好，那接下来就是网球的部分。长期以来，女子网球界都有许多实力与外形兼具的强者，不仅在场上表现出色，场外的代言跟活动出席也是十分亮眼。片商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有不少部相关题材的作品，颜值堪称顶峰。首先像这一部也是 Rion 的作品。剧情描写他在上大学后加入学校的网球社团，想不到社团里面的学长基本上都不是在钻研球技，而是搭讪技巧。涉世未深的 Rion 很快就变成他们的玩物。这部在 Rion 众多作品中也算是相当精彩的，我相当推荐的。然后就是这个系列作品，用各种装扮最大程度的展现出臀部之美。其中这个网球装扮的短裙啊，让曲线若隐若现，真让人拍案叫绝。系列演出的每一位也都是精锐啊，像是隐退让人无数人叹息的出川男，以及七泽美雅、八木奈奈都非常的优秀。尤其是出川男那一部，除了网球造型之外，其中有一段卡在垃圾桶里面的，真的会让人想问编剧到底吃了什么药，绝对让你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这部作品也堪称颜值巅峰了。刚打完网球的人妻明里愁，全身都还是汗，就邀请你进入第二回合。作品里面那个诱惑演技加上第一人称，真的是让你随时沦陷。如果你这样还没有倒，没有关系，再加上 ASMR， 我就问你顶不顶得住啊？接下来这部也是超级极品，可以说是新有菜在改名之前最顶的作品之一。扮演女老师的她，同时也是网球社的指导老师，所以在这部作品当中，你可以同时享受黑丝桥本，还有网球造型桥本，这可以说是这一部没看整季白看的神作。好了，那以上就是这次的运动大会精选，当然还有很多的运动项目遗珠之憾，但是我个人在考量到整体可看性的情况下，只能忍痛割爱啊。这次挑出来的作品，还是希望大家喜欢。我是钟总，我们下次见。